这一节课呢，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抓形的方法啊。抓形呢，我们先把标题去给它写上。抓形它跟咱们下一节课要讲到的那个临摹，它肯定是脱不开关系啊，它们两个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临摹其实就是，你抓形技巧达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够去临摹了，是吧？抓形它抓的是什么？这个形是什么？是你对物体形准的把控啊，对物体形准的把控。是吧？你把它形准把控好了，你去就是临摹这个东西，你才能临得像，是吧？才能把它的一个就是物体的状态呀、神韵呐，给它临摹出来，是吧？其次呢，它就是练的什么控笔的话，什么控笔那个抓形的话，练的是咱们对那个比例的一个敏感度啊，对比例的敏感度。是吧？就比如说，咱们那个就是美术生，就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比例的敏感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就比如说他美术生，他在这边去写生是吧？然后他面前呢有这么一棵树啊，面前有这么一棵树，然后呢他把那个就是他的一个画板摆在这里啊，把他一个画板摆在这里，然后他在这边写生是吧？他在这边写生。这边是他的一个画板架子，然后他眼睛在这边看着这个树是吧？眼睛在这边看着这个树，然后呢，他在这边写生啊，他这边写生，他这边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美术生写生啊，他会把那个笔拿出来是吧？拿出来之后，然后这个笔就是拿在这边，笔直拿在这边去对着这个树比划画的，然后眼睛去看判断，就是这个树。是吧？这个树大概就是在咱们的画布上它大概是多大，是吧？在画布上大概是多大？这样的话，它用这个笔的长度作为参照，这个笔呢就是咱们的就是参照物啊，就是咱们美术生他比如说画画的时候写生它的一个参照物，是吧？它以笔为参照之后，它比量一下大小，在这个就是画布上大概要画多长，这个的话就是它对这个树的一个比例呢有了一个就是比较精准的一个把控了，然后呢，它就能够在这个画布上，把这个树去给大家就是描绘出来，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个抓形呢也是练的对比例的一个敏感度啊，除了形准的把控之外，那么咱们这一节课呢就是要教大家一个抓形的一个技巧，就是宫格法啊，宫格法就是也是咱们最常用的一个抓形的方法吧。那么下一节课的话，我会把这个就是临摹的那个临摹的那一节课呢，我会把就是咱们这一节课这个宫格法去给大家一并给大家完善，给大家讲完啊。然后呢，我们先来看这个 Chris 这边先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一个就是应该是小柯基吧，是吧？我们先去给它的一个形框上一个框框啊，框上一个框框。给大家形去框上一个框框，我们用红色的去框吧，我们用红色的去框。等一下啊，这边把它框进在一个就是红色的范围内啊，把它框进在一个红色的范围内。然后呢，这边上面也是一样的啊，上面也是一样的，把它框进去啊，把它框进去。差不多到这儿。好，这个柯基呢就被咱们给框好了，看到没有？这个小柯基就被咱们给框好了。那么我们在就是右边的时候，你要大致去把这个就是长方形去给它弄出来，这个比例你去给它就是对应，给它对出来啊。它的一个长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啊，差不多这个样子的。因为咱们就是练抓形，练的是你对形准的把控，而不是让你去把自己练成照相机啊，这个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就是专门去练什么超写实啊什么东西的，你不需要去真的绝对像照相机一样把那张图临到99%的相似，那这个其实对于咱们抓形来说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咱们练的是抓形的能力，是对那个比例的敏感度，是对那个形准的把控的这样一个能力，而不是说练成照相机的能力，那没有意义啊，那没有意义。所以呢，我们这边差不多你对。差不多你对比一下，这个长宽呢，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啊，
或许它可能要这个要略微再就是宽一丢丢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 Ctrl T 把它稍微再拉宽一丢丢，你看一对比，跟左边对比一下，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个长宽比，哎，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它就是左边去做切分啊，给它左边去做切分，就比如说它中间这里，我们给它拉一道线出来啊，我们用宫格法去给它拉一道线出来。差不多这个是1/2的位置啊，我们在右边呢也是啊，差不多1/2的位置，我们去拉一条线出来啊。哎，这边给它拉出一条线，好像有点偏上了，往下来一点。哎，差不多1/2的位置，然后呢，竖向我们也给它拉一道线，差不多1/2的位置，哎，给它比一下啊，差不多在这儿啊，差不多在这儿，这边也给它拉下来，哎，等一下啊，这边给它拉下来，是吧？然后我们再来判断一下，我们再去做切分，其实你会发现，哎，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能够发现它的头顶，哎，好像就是在这条线1/2的位置，就是这个部分。能看到吗？就是它的头顶在这个位置，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条线的1/2的位置。那你看，其实在这个时候，你通过就是对它内部做切分形成的这个辅助线，那你就能够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对它一些就是部分的位置。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先定一下它头顶的一个位置，哎，在这个地方啊。当然了，我们直接把这条线给它画出来吧，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定它耳朵呀什么的线啊。我们先把这条线1/2的位置给它定出来。哎，差不多到这儿啊，差不多到这儿，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给它画出来啊，给它画出来，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边，你依旧可以给它做切分，是吧？把它再去切一个宫格出来啊，再去切一个宫格出来，我们去分析，你看它耳朵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差不多就在这个1/2的这条线上？能看到吗？它耳朵位置差不多就在1/2这条线上。那么我们在这边也去给它切一个1/2出来，再切一个1/2出来。差不多是在这条线上，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右边，我们再接着切。其实你会发现，你切这个辅助线越多，你能够去判断它的一个就是物体位置的一个形的一个就是参照也就越准确。哎，我们把这边也切一下啊，把这边也切一下。然后呢，下面的话其实刚刚我应该就是直接把它拉到最下面啊，直接把它拉到最下面的，我们直接把它切成就是那种16宫格啊，16宫格。哎，好，把这边也给它拉下来。右边我们直接给它拉上啊，右边直接给它拉上。哎，等一下啊，等一下，给它切上啊，这边给它切上。哎，我们直接把它切成16宫格，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好判断啊，就更好判断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进行就是抓形的一个就是临摹了啊。因为你在这边确定好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把这张图给临摹下来嘛。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临摹的过程啊，一个临摹的过程。然后我们换一个颜色，我们去把它临下来啊，去把它临下来。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边画边去判断啊，边画边去判断。哎，等一下啊。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头顶呢是在这个位置的，能看到吗？它头顶在这个位置。我这边的话，我新建一个图层去画啊，新建一个图层去画。这样的话，它跟咱们就是下方这个图层它是区分开来的啊，区分开来的。我这边新建一个图层去画，然后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个头顶呢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哎，那它这个就是连到下面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呢？我们大致判断一下，它这个地方呢，这个位置呢，差不多是在1/2偏上一点的位置，我们在这里判断一下，就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啊，是吧？这个位置，对，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地方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端点，就是中点嘛。它脸部左侧的这个边缘的中点差不多在这儿。那么你现在就判断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的一个就是头部左边这边给它去临过来啊，给它去临过来。哎，你看这条弧不就是3点一线被咱们给它就是放那个弧的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就是弧的一个那种弯曲度不就被咱们给定好了吗？是吧？哎，咱们接着再往下走啊，接着再往下走。哎，像这边这条线呢，它右边这个就是脖子这里的这条线，我们怎么去定啊？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你看它大致在这个位置嘛，是吧？因为其实你这个已经被切得很小了，这个每一个框已经被切得很小了，所以到这个程度呢，它就非常方便咱们去判断了，就不需要动太多的一个脑筋了，直接把它给这边给它画下来啊，画下来。哎，这边给它画下来，是吧？这边给它画下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接着来看啊，它的一个就是耳朵，是吧？我们头的一个形差不多画好了，我们把它耳朵给它画出来啊。
耳朵呢这个顶点就是左边的这个顶点，差不多是在1/2偏右的一个位置，那也就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左右。哎，然后呢，它这条线是连接从这个方向直接连下来的，差不多连到这个位置，能够看出来吗？然后你一样的，你直接把这条弧去给它画上啊，直接把这条弧去给它画上。是不是？你看，就是通过几点去连接这个弧啊，去连接这个弧，然后呢，这边，这个是比较直的一条线啊，比较直的一条线，那你直接给它像这样画下来啊，直接这样给它画下来。然后呢，这边也不能忘啊，这边也不能忘它的一个就是耳朵的一个边缘轮廓啊，这边也不能忘掉。然后这边给它打上这3条就是耳内的这个小线啊，耳内的小线一线。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往右呢，把这只耳朵的形也去给它定一下啊，这只耳朵的形也去给它定一下。这边给它。它的一个就是在头顶的这个点呢，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大家能够感觉出来吗？差不多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给它画上啊，我们给它画上。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点差不多在这儿是吧？你要是摸不清它的一个点位，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先去给它做一个判断嘛。然后你看这个点位是不是一下子一笔直接过来了，一笔直接过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线也给它画上啊，这边也去给它画上，是不是？然后呢，这边我们给它点2个点啊，这边给它点2个点，是吧？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耳朵，差不多就已经出现了啊，差不多就已经出现了。然后我们右边呢，去给它这边画上啊，右边这边给它画上。好，咱们再接着往下看啊，它的一个鼻子是吧？我们现在再来判断它的一个鼻子的一个方位。首先它这个鼻子从这边是大概连到这个的位置，大家能够感觉出来吗？你从左边拉的话，你能够直接从左边拉，差不多是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差不多这个位置，能感觉出来吗？也就是说，你这个线呢，你就差不多你就画到这个位置左右就可以了。然后从这边大概这个位置嘛，你把它连上来啊，你把它连上来，这边把它连上来，是吧？多余的部分咱们把它擦掉啊，这边多出来的一些小部分咱们把它擦掉。然后呢，这条线呢它是逐渐连上去的，差不多连到就是这个位置啊，差不多连到这个位置，我把它给画一下啊，把它给画一下。看到没有？其实这样的话，你的就是各个地方的那个就是点位啊，它就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判断，能够感觉出来吗？然后把这边也给它画上另外一条啊，是吧？另外一条先给它画到这儿啊，先给它画到这儿，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去判断，是吧？然后呢，再去把它鼻子下端给它画上。我们发现下端呢，它这个点位呢，差不多在这个位置。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它这个点位，在这儿啊。然后我们来把它下面这边也给它画上，也给它画上。然后这边提上来之后，它的一个这边走这个弧度到这边，然后到这边一直连到大概是这个中间的一个位置，大概在这个点位上啊，大概在这个点位上，那么也就差不多是在这儿啊，差不多是在这儿，我们大概判断一下，差不多是在这儿啊。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连上来的嘛，那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啊，这只就是小柯基，它笑得很开心啊，然后从这边给它连上来啊，差不多到这儿啊，然后呢，这边给它嘴巴的这个就是小尖尖也给它画上，是不是？这边给它画上，然后呢，给它小舌头给它去画出来啊，给它画出来。是吧？然后呢，这边我们直接给它连过来，你会发现它这个就到这边，是吧？它这条线呢，差不多就是到这儿啊，对，在这条线的就是2个差不多相交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然后呢，给它鼻子，给它画上啊，鼻子也给它画上。鼻子前面呢，它是一个就是被涂黑的，那我们这边也一样的去给它涂满啊，是不是？然后这边它的一个3个点啊，狗狗鼻子这边都会有这种就是小点点啊，然后画上它的一个眼睛啊，眼睛在这儿啊，然后这边也给它画上啊，狗狗的一个眼睛。
好，你看它的一个头部到现在为止不就已经出现了吗？看到没有？它的一个头部就出现了。好，咱们呢就是剩下的呢，我们到下一节课就是临摹那边，我们再接着去讲啊，再接着去讲。那么这一节课先到这里啊，这一小节课先到这里。